这天下就没有我搞不定的男人。蒋艳萍凭着这一信念，短短几十年里，从下乡女知青到省级建筑公司副总经理，贪污上千万，成为3乡第1女巨贪。蒋艳萍出生于湖南小县城一户贫困农村家庭，从小过着饥不饱腹的日子。长大后的她时刻想着要逃离。中学时的蒋艳萍响应号召下乡当知青，由于出落的水灵，一颦一笑间都吸引着周围异性的目光，也让她感受到长得漂亮的优势。为了早日脱离农村艰苦生活，她开始琢磨着用美貌攀上有权力的男人，最终选定一位带她31岁的公社领导。于是她献出了自己的第一次。果然，皇天不负有心人。1年以后，只有初中学历的蒋艳萍成为第一批进入县里某工厂的女工。进入工厂后，蒋艳萍利用自身优势，在厂内混得如鱼得水，还是领导面前的红人。厂里有重要任务，第一时间都会交给她。可就是在一次次接受任务中，她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折。一次，她接待了一位来厂里考察的市领导，她意识到抓住这次机会才能改变命运。在酒桌上，蒋艳萍尽显风情，与领导推杯换盏，赢得领导一片欢心。领导生病时，她用心照料，端茶送水，获得对方的感激。于是在她的精心设计下，两人便在床围间建立了深厚友情。考察期结束后，两人难舍难分。蒋艳萍泪眼汪汪地向领导提出，为了方便见面，希望帮他找一个市里的对象。不出意料，3个月后，蒋艳萍便调到市里建筑公司下属的一家商场，担任仓库保管员。在商场担任保管员期间，蒋艳萍恋爱、结婚、生子，甚至为了有个好前途，还去参加业余学习。按理说，蒋艳萍有一份轻松的工作，稳定的家庭，还有一颗上进心，假以时日，定能在岗位发光发热，有个好的未来。可惜欲壑难填，人心难满。为了谋取更高职位，蒋艳萍再次使用美人计，与上级主管建立亲密关系，很快就当上了部门经理。此时手中掌握实权的蒋艳萍开始想尽办法谋利。她利用美色攀上了一位姓陈的高官，两人通过虚假招标、空手套白狼赚了100多万，又魅惑省邮电局长张某，并利用其职务便利获利300多万。就这样，蒋艳萍凭借精致的皮囊，令无数掌权者拜倒在自己的裙摆下。不到1年，又与省建工集团6公司一名副主任勾搭上，仅仅2年，副主任便将蒋艳萍提升为主管整个建筑商场的负责人。年轻貌美，有权有势，这令蒋艳萍在当地名声大噪。于是凭借着高层次的人脉，他开始用权色编织了一张巨大的人脉网。为了拿到更多项目，他除了自己出马以外，还专门豢养了一批漂亮的女孩子，笼络人心。他还利用手中职权，把亲妹妹安排到自己手下当助手。两人合谋，短短几年时间贪污受贿上百万。不仅如此，还把仅是初中毕业的舅舅和弟弟引进公司担任部门主管。就这样，蒋艳萍凭着权势，建立了以她为核心的蒋家班，不断用权色交易升官发财。几年后，蒋艳萍顺利当上集团公司副总经理。在众人面前，她以亲和力的领导形象，勤奋认真，恪职尽责，获奖无数。而在私下，却与陈某和张某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，进行权色交易，获得一项近6亿元的工程竞标。名利场上的得意让蒋艳萍越来越飘，甚至夸下海口，在湖南只要我愿意，就没有接不到的工程。据统计，截止到1997年，蒋艳萍色诱贿赂各级干部至少40人，拿下10亿多工程，贪污金额上千万。俗话说，人一飘必挨刀。就在蒋艳萍沉浸在追逐利益的路上时，命运却将她打入谷底。由于蒋艳萍的敛财行为引起一些老员工的不满，几年间坚持不懈的举报，最终蒋艳萍于1999年被捕入狱。入狱后的蒋艳萍仍然不死心，一心寻找逃离机会。一次偶然，
她想到了用怀孕的方式离开监狱，但是在狱中想要怀孕，谈何容易？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蒋艳萍把目标瞄向看守所副所长万江，于是她又故伎重演，用美色迷惑万江。一天晚上，趁着万江值班，蒋艳萍邀请他来到房间，并用提前准备好的酒水好好招待一番。在酒精和挑逗的眼神下，两人渐渐融合在一起。与万江有了交情后，蒋艳萍便能自由出入监狱，没过多久就怀孕了。然而纸总是包不住火的，没过多久就有人向上级举报两人的丑事。很快，万江就被撤职查办，蒋艳萍也被转移到南海的一所监狱。最终，蒋艳萍因贪污罪、受贿罪一审被判死刑，后因狱中有孕，加之她主动交代了一批贪官，戴罪立功，被减刑至20年。今年已经出狱，年过半百的蒋艳萍出狱后已无亲人所依。案发后，父亲便含恨而去，前夫带着儿子远走他乡，而她在狱中生下的孩子也不幸遭遇车祸早早过世。如今人间只留她一人孤苦苟活，不知回忆过往，她是否有所悔恨？女人要想立足社会，唯有靠自己学习沉淀，丰盈自己，如此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。